Wake up！ 今天任务是开罗。独自在欧洲旅行45天，即将前往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国度，一切充满着惊喜与未知。来跟我一起感受埃及的独特风情吧！各位，我在埃及了。我这趟旅行实在是太有趣了，一路从欧洲玩到非洲来。其实埃及原本没有在我的安排里面，所以我刚好有朋友从台湾回埃及工作，所以我在埃及这2个半礼拜呢都可以住在他家。但是呢，我埃及的行程完全没有安排，就走一步算一步咯。那我这集呢会先以开罗为主。继上一集，我要去埃及了，离开阿尔巴尼亚，这是我这趟旅行第一次搭飞机。抵达希腊，现在晚上10点半，我在希腊雅典，然后等转机。我的飞机是11点55分。他是伊娃，我的大学同学。找到人，我也等很久，我快累死了。现在几点？你自己讲。我明天还要上班，我现在凌晨3点半走了啦。隔天早上在伊娃家吃早餐，稍微休息打理一下，下午才出门逛逛。对，这是我的晚餐，这个呢是非常在地的沙威玛，因为是伊娃的同事的妈妈做的，里面有鸡肉、洋葱、红萝卜，在地传统，赞赞，你们吃不到。怎么会有红绿灯啊？为什么不会有红绿灯？文明城市哎，以前真的都没有红绿灯啊？都没有吗？几乎是没有，我大概只看过1-2个地方有，可是现在越来越多，非常新奇。红绿灯非常新奇，好。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坐计程车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 Zamalek。好，尼罗河。这夕阳好美哦。我们坐了快1个小时的计程车，我们在 Zamalek 了。Hello。Thank you。Shukran ya Safi。我们刚刚在那边试吃超久，他人超好，汤匙全部是我们试吃的。对。然后我们明明就点了1球的钱，他给我们了2球，还送我们巧克力，很赞。他人超好，而且这间是真的蛮有名的一间甜点店。这家店除了冰淇淋啊，还有很多在地的传统甜点，卖香蕉，他直接拿一整串过来。我们现在路边摊。然后看到这个裙子，我觉得很舒服哎。如果我们去海岛的话，可以穿这个。然后这个你看，超级埃及的。因为我现在在背包旅行，没办法买纪念品。而如果买衣服的话，就可以直接穿在身上，又是纪念品，是不是一举两得？是不是可以买？我们买下去了，一件杀到350，没有杀很多，我们太弱了。再来去 Vodafone。来埃及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办网卡，因为来这边没有网络的话有点难生活。那来这边有主要3家电信是 Vodafone、Orange 跟 Etisalat， 反正就1开头的那一家。我现在那个 Vodafone， 然后来办网卡，记得一定要带护照。我昨天就是忘了带护照，没办法办。你要给他护照，然后他就跟你讲方案，看你要这边待1个礼拜、2个礼拜，他就会介绍给你。然后我今天办的是26 GB， 然后总共351磅，然后可以刷卡。好了，他等下就应该帮我装 SIM 卡，然后会请他帮我启动。Thank you, I got the SIM card。当然，我现在是个有网络的人了，我有电话喽，恭喜，可以打给我了。不然我前几天联络他都是那边到处找 WiFi，真的有点麻烦。Thank you。哦，Mo Salah。他是有名的埃及足球员。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区叫做 Zamalek。然后你说这边是什么比较有名啊？这边有名的点是它是比较文青气息一点，因为岛上有艺术学院，然后又有大使馆，然后所以青少年就蛮喜欢在这边 hang out。这边就是一个蛮有名的手作店，然后我们都会买这个啦。很有 feel 哎，买这个回去送人。对啊，你看这里还有荷鲁斯之眼，然后还有生命之药吗？很有意义耶！这间店的东西我觉得品质还不错，然后还有一些精油，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埃及棉的毛巾，我也有送过几个朋友。埃及棉很有名哦。对啊 ，Egyptian cotton。好赞哦！这边埃及路上会有很多小杂货店，然后小杂货店的东西很便宜。我刚刚买了这包乐事，只要就是7块钱。你们要认这什么文？埃及文，埃及数字，阿拉伯文的数字，这就是埃及的街道。无所谓啊！哇，真的是交响乐。我跟你讲，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声音，真的是会烦死
没错，半夜1、2点照样给你扒，气死！这我已经在埃及待了快1年的女子。我们现在在尼罗河的桥上，后面就是尼罗河。我对这边是目前看过比较现代的地方，不然我在周围全部都是很像荒野沙漠这样。但是晚上风很大，然后日夜温差也大。今天是5月19号，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风很大，在夏天是好处啦，就是夏天很热，可是其实一直都有风。这是 mini bus 吗？他们就这样上车了，太酷了吧！直接在路上等公车。你看我们现在走在哪里？我们的什么路啊？就是高架桥。然后我们在上面行走，哎，你为什么乱走？不知道啊，它人行道就盖到一半啊，盖一盖就我们在路上了，什么意思？问埃及，很危险。桥下呢就是商店呢，便宜的路边摊，这边一整个都是商场哎，感觉很像在逛夜市，好像全部都是卖衣服的。这是什么东西？他们会这样子运送面包，就是会直接放在头上。可是他手撑着哎。很常可以看到他们到站是骑脚踏车，甚至有的人可以2只手都不用扶着脚踏车。太厉害了吧！这是面包，而且这个是好的，因为它其实有用一层布把它盖着，很多都直接不盖。结束第1天开罗探险，吃饭喽！热死了。这个呢，我点的是在地的传统埃及料理，这个汤叫做 Molokhia with roast chicken，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埃及非常在地的一个汤，然后它可以直接拿来喝，或者是拿来搅崩，或者是搅饭、搅东西这样子。上面是紫菜吗？它就是一种叶菜，我也不知道那个好浓哦，它的味道很浓郁，它很浓郁。它有一点点勾芡，所以其实我觉得蛮下饭的。那鸡肉有什么特别的吗？这边就是因为没有猪可以吃，所以都是吃牛跟鸡为主，但还会有羊。然后鸡肉的话，他们调味都比较重。然后我个人吃的没有那么习惯。像我刚刚点了一个肉酱意大利面，但想当然这个绝对不会是猪肉酱。哦，对，它的肉酱哦，对，因为伊斯兰教国家嘛。这也是买不到猪肉的。沾汤吃吃看。Egyptian， 前往下一站。现在在洞穴教堂，你们看后面的建筑是不是超酷？感觉很神秘，然后又有雕刻很精细。但是这个地方呢很难来到，我们刚刚是经过了垃圾山。All full rubbish。沿路全部都是垃圾啊，然后街道很窄啊，然后每辆车全部都是，你一进去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就是垃圾场的地方，因为真的就是收集开罗部分的垃圾的集中地。好，那我们进去看看这个神秘的洞穴教堂吧。进去，这边是入口，不用门票。我们知道埃及其实都是伊斯兰教居多，但是这个教堂呢是基督教堂，然后而且这个教堂是蛮新的，它在1941年才建造，然后是基督徒来这边拍照。等一下，我刚刚是讲这边是洞穴教堂嘛，而且这个是天然的洞穴，所以他们是直接在这个洞穴里面挖出教堂。哇塞，你们看，这个竟然是教堂哎！我们进来看看。哦 ，OK， 来融入了。你们看这超酷的洞穴教堂，然后后面的这些椅子啊，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然后如果后面再满座的话，可以到上万人。这边呢算是一个中东最大的一个教堂，因为中东基本上都是伊斯兰教嘛。然后这个基督教堂就是非常特别，它每年都会办一次大聚会，然后很多人都会来到这边。这是圣西蒙教堂嘛，祭拜就是圣西蒙，然后这边是它的圣体，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就可以写在清单上面，然后丢在这里面，它就帮你实现愿望。而且他们还蛮随性的，就是随便一个便条纸，然后就直接塞进去。我觉得他们这边超亲民的，就是我们刚刚一走进来，就跟那一群人打交道打起来。对啊，而且尤其是一群美眉小朋友，他们就是比较喜欢来找外国人。就是他们感觉对我们很好奇，然后一直问我们 Where are you from？ 对，然后我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直接秀给我看他的手。它上面有一个刺青，就他们这边都会刺一个十字，就是从小就会有，就代表你是基督徒。受洗过。 So every Christian have this on their shoulder. Yes. Everyone.
然后你说你蛮可爱的。同事也是，对我同事也是。然后我就说，哎，可是你的看起来就有点小单调，哎，就是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刺青了。然后他们其实你长大之后如果单调，他们还是会补刺。好酷。然后每个人的形状都会多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然后就刚刚很 nice， 我们在那边看板，然后那边的人就说要不要请导览，然后就直接叫了一个导览来我们面前。I know, but it's the period. Resurrection for yes. Resurrection before the resurrection 1 week we have the Palm Sunday because I'm Christian. 介绍了好多东西哦，就讲了整个故事给我们听，虽然不是很听一半啦，反正意思就是说，之前原本这个教堂是在另外一座山，经过一番事情之后又移来这里了。然后什么事情呢？你们可以上网去查，或者自己来这边听。好了，就这样，我们前往下一站。住在这洞穴是不是超酷的？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基督教堂在洞穴里面。出去的路上又会经过垃圾山，路超级崎岖的，满地的垃圾。这是什么建筑啊？这是废墟吗？没有，这就是日常。日常？什么日常？就是这位 Guava， 他真的是 Guava， 跟台湾的 Guava 一模一样。猜多少钱？我们刚刚在这边买，然后他就说16，我就说哎，大瓶的，他就说16。没错，我们买了这罐才16块，比一下大小，超大罐的，超级大罐。等下我的手太大了，用你的手比例尺。对呀，很大罐哎，赞赞。16块的瓜巴就是好喝，超赞。看到一间清真寺，进来看看吧。我们进来清真寺要先脱鞋儿。第二步骤，包头巾，把你的头发盖着，然后一般正常来讲，他们会这样绕，对，就是随便这样绕一下。一兰花多少钱？回教里面，它其实蛮注重清洁干净的，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正常来讲，他们一般礼拜之前会先到中间那边去稍微清洁一下自己。我现在在阿尔哈金清真寺，然后这个呢清真寺我觉得超级美的，你看那个布幕还有它建筑，我觉得很像阿拉丁布幕，是那种茉莉色，好酷哦！这是我第一次进来清真寺，这个清真寺蛮特别的是埃及第4老的清真寺哦，然后是整个开罗第2大清真寺，希望这种大广场可以跳舞。不行，这是人家的宗教场合。好可爱哦，光脚踩起来超舒服的。其实夏天很热的时候，其实地板都还是冰冰凉凉，很舒服，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凉爽。对，非常凉爽，然后心旷神怡的感觉，心会静下来。这样，没错。这是什么意思？嗨。No Arabic。来张自拍，我们就坐在这边一起聊天，也不知道在聊什么。他们都讲阿拉伯文，我跟他的阿文有对起来。他现在想要我的 WhatsApp， WhatsApp， 他会跟他们对话，好厉害。Good day, sir. 10 أنا عندي 11 11 أنا عندي 11 Oh, you are 10 years old. أنا عندي 11 You're 10 years old. واحد عندي 11我爱台湾，耶！好好玩的，第一次清真寺体验，他超厉害耶，直接开聊，跟小朋友尬聊，而且我觉得他们小朋友真的不怕生耶。如果是台湾的话，就是可能会就是躲在旁边，然后看着我。然后这边他们直接，他刚直接亲我。对，那个妹妹她很直接，对，然后他们就是很好客嘛。那个小弟弟刚刚直接叫我们过来，然后坐。虽然我们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对啊，他们一家子蛮可爱的。那我们现在去逛逛市集。埃及的水烟，这个太厉害了啦！路这么崎岖，然后它还可以顶着面包。在一些比较古老的建筑，好，现在也会有，就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窗户，它其实孔密密麻麻的，比较是给女性用的窗户，女生比较不能露脸，所以就是大孔的窗户那种就是给男生，可是女生从外面我看不到你，可是她还是可以从里面看到外面。对，哦，原来又被要求合照了。Thank you。为什么他们很爱跟人家合照？因为在埃及，亚洲人非常新奇。这边金饰街就是比较老一辈的结婚订婚都会来这边挑饰品，就是买婚戒。
小导游，哎，前面那是什么？为什么上面会挂这个亮亮的东西？啊，这个是他们那时候斋戒月的时候，整个道路全部都挂满这个东西，漂亮漂亮的。现在在汉哈利利市集，它是整个全埃及最大的露天市集，而且它历史非常悠久，然后从14世纪就开业到现在。然后这边很大，他说9弯18拐嘛，就是很多条街。对，我们刚刚只走了1条街，然后这边有卖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想买纪念品的话，就可以来这边买。我刚刚逛了，就是好想买哦，很多东西都超酷的，剁手，但是我没有办法买。穷游当中，背包客旅行无法。但是你们没有买东西来这边也没有关，也可以逛，因为就是感受在地的气氛。对啊，还有建筑物。哦，你刚刚我有经过一些历史建筑，都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他们真的很多很酷的东西，完全是到一个不同的文化，就是有别于欧洲，完全不一样。异国文化，像是这个就非常的酷，非常的酷。It's okay, thank you。现在你要带我去哪里？我们要去吃有名的鸽子塞饭。鸽子塞饭？没错。那什么？就真的 literally 是鸽子跟塞饭，有点像米肠的概念。好，在路边吗？对啊，就是在这里咯。吃饭前这边还有洗手的地方，太酷了！这是他们擦手的纸。鸽子塞饭 ，pigeon stuffed with rice。它真的就是你刚刚说的一只鸽子哎，这是吗？它真的鸽子吗？然后里面塞饭，这样塞进去吗？这它屁屁，然后饭在这儿。哦，我跟你说很像大肠包小肠的感觉，好像油饭哎。它的皮是脆的，我们这样一整盘130埃镑。通常旁边还会配这杯 pigeon soup。 Pigeon soup. Directly drink it. Yeah. 哇，吃饱饱就回家休息咯。我今天超废的，今天是我来埃及的第5天，然后因为前几天玩得太累了，所以我今天一整天呢都躺在家里睡觉休息。我刚刚差不多5点多才出门，然后现在来逛这个 mall 里面其实蛮大的哎，该有的店都有，然后品牌几乎都有看过。我觉得突然回到一个文明的城市的感觉，因为跟室外的开罗真的反差有点大。所以如果你们在外面逛累的话，就可以进来吹冷气，里面超凉的。那我今天为什么要来 mall 呢？因为我来开罗第1天，我就把我朋友家的吹风机用坏了。我今天任务是要来买吹风机，然后吃晚餐。然后我就遇到好心埃及人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帮我当翻译。 Foreigners in Egypt, you gotta be really careful. You gotta meet a guy like me to guide you in Egypt. Otherwise, you're gonna get taken advantage of. Thank you so much, Moo, for helping me to buy the hair dryer. And nice meeting you today. So welcome, and I'm glad you're in Egypt. 我就这样路上被搭讪，然后他就帮我买了吹风机，聊了好久。我现在来吃饭，我要来吃麦当劳。小知识，你看埃及是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只有牛肉跟鸡肉还有鱼，没有猪肉哦。会不会很荒谬？来埃及玩，然后逛商场，吃麦当劳，反正就是体验这边的生活啦。任务完成，吃饱饭回家去。那我昨天去爬金字塔，我现在整个退退啦，我现在走路超快的，一跛一跛。来等 Uber 回家喽。我没有东西给你。我们呢要先来一座非常厉害、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开罗大城堡，它要称为萨拉丁城堡，是在埃及首都之中啊最知名的非法老古迹。我们去看看。走过来之后，我们要先去买票，来这里买票，一张票200埃镑。买完票然后要过安检，还好可以刷卡，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我忘记带钱包了。进来喽，走进来，里面其实很大，里面有3座清真寺，然后有车马博物馆啊、军事博物馆啊、园艺博物馆啊等等。那首先我们就来最有名的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你们看，它超美超漂亮。其实我在坐计程车在绕开罗市区的时候，这座真的很明显，因为它是在我们现在位在高处。简单介绍一下这座城堡好了。这座城堡位在开罗东边的一个郊区，叫做 Manhattan 的一个山脚下。然后当时是由萨拉丁将军在1176年的时候建造。然后当时建造呢，就是为了抵御十字军东征。这个清真寺呢，建于1830年，然后看得出来它是带有浓厚的土耳其建筑风格，因为它是多层的圆形拱顶。然后前面那2根啊，就是宣礼塔。我们来看看吧。哇，你看他们的建筑超美的，
啊。对了，然后刚刚在门口啊，有人问我要不要请导览，然后就全部加起来才400埃镑，但是我真的没有带钱包，也没办法。如果你们有请导览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可以了解它整个历史。从这边进来，然后要脱鞋子，不然就是买鞋套。买一个鞋套要5磅，但是我没有带钱，我就只能拎着它。哇！进来之后就是中庭，中庭旁边这边有一个盥洗室，就是给穆斯林在做礼拜的时候使用。然后在盥洗室旁边啊，这边你们看有一个钟塔，它是法国国王路易士菲利普送给埃及的。那为什么要送给埃及呢？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方尖碑嘛，那个方尖碑就是从埃及的卢克索拿去送给法国的，然后法国的回送的礼物就是这个，只是它现在已经没办法使用了。进去里面看看吧。进来喽。看里面超大超美的，然后在殿堂这边悬挂着很多黄色的球灯，然后反光在地板，是不是超美的？坐下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种清真寺好酷哦，就是可以光着脚，然后踩在地板的感觉很舒服。然后你们可以注意看，它这个建筑都是用白色的石头来建成的，所以这座清真寺啊又被称为雪花石膏清真寺。今天是我旅行的第50天，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袜子，哒哒，你看破成这个样子了，我真的很会走路哎。好美好美，虽然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请导览，但是懂得欣赏美就不错了。好啦，美够了，我们出去看看。除了看这个美美的清真寺之外呢，还有一点上来这个城堡一定要看的，你们看整个开罗的景，可以俯瞰下去，一整片的土黄色建筑，然后很沙。再来这边很棒哎，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整个开罗的地理位置。你们注意看后面那边有一个尖塔，那个就是开罗塔。然后开罗塔会在一个叫 Zamalek 的岛上，然后从 Zamalek 岛上延伸过去就是尼罗河，然后在尼罗河的对岸，你们注意看有没有看到金字塔？后面有没有2个尖尖的？那边就是吉萨金字塔，下一集会拍。这就是重要的2个地方，清真寺跟风景。然后我来这边呢，刚刚已经被大概2、3个人跟我要合照了。来这边是稀有动物吗？就是他们看到亚洲面孔就会一直看着我，然后就问我能不能跟我合照。再来前往军事博物馆，另一间清真寺，这边还有一个清真寺，但是要脱鞋子才可以下去走，我就这样看看就好。National Military Museum 这边好大哦。我现在在军事博物馆，但是刚刚他跟我说在10分钟就要关门了，我就大概晃一下。这里面超大的，我还是沿着动线，然后这样子晃了一圈。就算我刚刚3点50分才进去，他还是让我晃了一圈晃出来。但我都在走马看花啦。这边是警察博物馆，但4点已经关门了。What is this? It's called Fatir Mishantif. Fatir Mishal. Okay, so this one is the traditional food in Egypt. Yes. And she made this 25 layers, and we got butter in each layers, and you got black honey, Yes. cheese. Honey, all the cheese. Cheese. Thank you so much. You're welcome.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结束这个城堡了，遇到好多事哦。埃及人这太可爱了吧！一下跟我拍照，然后一下要请我吃东西。走出城堡的风景，一样打 Uber 回家去。
这就是在家日常煮饭和我的小厨娘。距离汉哈利利东边差不多1公里的地方，我来到一个很神奇的死人之城，这边叫做 The City of Dead。这里呢就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墓地，因为呢在这边不止住着死人，还住着活人。我们来看看吧。你们看，我现在来这个小角落，我可以整个俯瞰下去，哎，应该这边都是墓地，但是其实我分不出来哪些墓地，哪些是人住的地方，应该全部都住混在一起了。可能就是下面是墓地，然后上面或者旁边就是人家家里，然后一整片都是。但是这边应该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我坐计程车经过上方的时候，可以看到真的是一整片，不夸张，一整片呢。死人城这边其实蛮大的，就范围很广，这边住的人大概有到100万个人，然后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社区嘛，清真寺啊、学校啊、邮局啊、人家家里啊、围墙门，真的整个都有，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社区了。真的都还有人啊、车子啊在这边生活走动。好了，我就参观一小部分就好了。刚刚有人经过我，跟我说 be careful， 然后我看网络上也有人说这一区比较危险。我就稍微看一看，赶快离开吧。然后什么死人城会出现呢？可能是因为他们这边的习俗，就是送葬者要跟亡者同住在一起，然后加上这边很贫穷，所以穷困的人就是愿意来这边当守墓的人，所以最后他都集中在这边了。又走来旁边的汉哈利利市集。那天来不及逛完，我今天呢自己来逛。然后伊娃说要来找一个灯饰，就是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呢，这边实在是太多条街了，我要一个一个慢慢绕。找到了，就是在这边这个拱门下面有一排灯，然后这个灯饰好像是这边的传统，哇，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发亮，超漂亮。但是现在才4点多，可能还要再等一下。我现在来到这一区呢，全部都是卖衣服的，卖鞋子啊，还有香料。香料的味道就是我现在全部都闻得到，超重的。这边卖超多东西的，什么都有，衣服啊、香水啊、灯啊、水烟啊，超多东西。我觉得亚洲人走到这边就这个目标哎，每个人看到我都像金主一样，一直叫我，然后问我从哪里来，然后跟我说你好。这条卖衣服也太长了吧，根本走不出去，我走很久了。好了，我出来，不知道这是哪里。超乱、超挤、超多人。再来继续到处走走，然后这边什么都有卖，什么都不奇怪，超酷的。哦，这边是电器的街道啦，所有的厨房用具啊、电器啊，这边都有。超酷的，他像是直接卖饮料哎，他从他的背里面倒出饮料，然后拿出来卖。好了，我走出来市集了，有没有看到后面这边非常的多人，然后交通也很拥挤。其实我逛到最后就有点受不太了了，因为里面真的很吵哦。你们听，这喇叭声。反正是逛到最后面，就是觉得里面真的太挤了，然后每个人都一直看你，然后问你说从哪里来的啊？是中国人吗？你好啊，反正就这些的。但其实我觉得逛这市集也蛮有趣的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有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直偷看人家的眼睛。他们有些人的眼睛超漂亮，绿色的，然后是有点就是琥珀吗？就是透明的颜色，我觉得超美的，晶莹剔透的感觉。然后这个市集里面真的什么东西都有卖，什么东西都不奇怪。你想要找任何家电啊，做生活用品，甚至到旅行的纪念品，来这边就对了。我觉得还在上面俯瞰就好了，下面实在太恐怖了。哦，在埃及过马路超恐怖的，没有红绿灯，只能这样走。最后有安全回家，和伊娃一起吃晚餐。路边的咖啡车，你在看吗？伊娃说的文明世界，这里有稀奇的红绿灯哦。最后来到埃及国家博物馆，同样可以请导览带你参观。这里收藏了超过12万件的古埃及文物，从古王国到希腊罗马时期，
是了解古埃及历史与文化的最佳场所。而必看的镇馆之宝就是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今天是我在埃及的最后一天了，我刚刚去超市买食材，然后我现在是等我朋友下班。通常到一个国家都会寄明信片，然后我今天呢自制明信片，蛮好看的。来，车子来了，下班回家。回家的。在埃及的最后一晚，和伊娃一起吃晚餐、看电影。我现在机场要等飞机了，埃及这趟旅程要告一个段落。这2个礼拜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其实没有网络上讲的那么多诈骗，我们还是遇到很多好人。然后这趟旅行能有朋友在开罗啊，住在伊娃家，真的超幸福。所以我在开罗大概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待在家里。但是其实埃及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国家，尤其是我从欧洲过来，就它的有很有趣的历史啊、文化啊，而且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 nice。我上次跟2个歪小哥说，我年底还想再来埃及玩。那歪小哥是谁呢？就请期待下一集喽。This is life， 拜拜。今天呢要去金字塔，我在埃及了。啊！进来金字塔里面超酷的，很像在看一些宝